你昨晚查出了什么？对了，能不能说一下幕后之人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，让你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找？害死父王和长兄的人，也是给我下毒的人。别让我抓到他，我要先把他的皮给扒了，再把他的肉给剔了喂狗，再把他的骨头给拆了。又是扒皮，又是剔肉拆骨，真是太狠毒了。玄之哥哥，这么狠毒的人哪里配得上你啊？你可千万不要被施婉婉骗了，他又蠢又坏。玄之，他在骂你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骂玄之哥哥了？你说我又蠢又坏，却又骗了玄之，那不就是表示玄之比我还蠢啊？你这样变着法子说他蠢，可不就是在骂他？玄之哥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他故意曲解我的意思。你蠢，看其他人都蠢，本王能理解。毕竟本王已经跟你说过，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却还追着本王喊哥哥，足以可见你连人话都听不懂，是真蠢。谢玄之知道施婉婉能应付得了羚羊公主，但是他觉得在这种时候他得表个态。你从小就是个坏胚子，今日居然还在玄之哥哥面前挑拨离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结果羚羊公主就被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施婉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打我！就许你打我，不许我打你吗？当年你带着宫女太监拿针扎我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我会不会疼？你除了会喊皇后帮你，会带着一群奴才欺负我外，你还会什么呀？有件事情你一直不太记得，我今日提醒你一下，我是叫施婉婉，但是也是你表姐。你以后见到我，请拿出你作为公主的教养来，请叫我表姐。还有，我这人一般被人骂狠毒的时候，就会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下。跑到我未婚夫的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你才是真的蠢。以前我让着你，所以没少被你欺负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让着你了。以后你再敢来找我的麻烦，我一准弄死你！滚！你欺负我！我要去告诉父王，还有母后，不要让他们为我做主。要哭一边哭去，太恶心人了！赶紧走，再看他几眼，我觉得我眼睛会瞎掉的。施婉婉想起一件事儿，扭头看着施晴妹道：施梅尘死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父王，施婉婉打我，施婉婉如今嚣张跋扈，连我都打，你可要罚他。羚羊说的是真的吗？之前我和羚羊打过很多次架，都是他说什么便是什么，我说什么都不管用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依着旧例，他说我打他了，那便算是我打他了吧。反正我被冤枉的次数多了，不在乎多这一次，大不了就不参加科举，早些和玄之完婚。乾元帝原本对他寄予厚望，又因为上次欲让他和亲南乡的事情有些内疚，此时听他这么一说，便想起之前对他的误会。那时的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跑到他面前告状的情景，看到他这副样子就烦得很，直接把他甩给皇后，让皇后去处理。你欺负婉婉了？我没有，是他欺负我。闭嘴，给婉婉道歉。父王，这一次真的是施婉婉欺负我。那就是你承认你之前欺负她了？羚羊公主一愣，这话让她怎么接？虽然是事实，但是她不想承认呐。你之前欺负了她，这次她欺负回来，便算是扯平了。你不要再闹，再闹就好好在宫里待着，哪儿都别去了。羚羊公主没想到乾元帝会这么说，她之前以为自己是最得宠的公主，如今却发现乾元帝也不是很宠着她。她哇的一声就哭出声来，一边抹着泪一边往外跑。朕这样处置你可满意？舅舅是一国之君，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哼，一肚子心思的马屁精。他话是这样说，却十分欣慰。他不怕施婉婉有小脾气，有属于自己的小心思，只怕他像以前那样，像个二傻子一样，任人欺负还不知道还手。若没有好的事，我就不打扰舅舅啦。等一下，朕有件差事，你想不想做？不管舅舅让我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一句话，我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都义不容辞。也不用上刀山下火海，你只需要去跟南乡谈护市之事，拿到朕想要的东西就行。舅舅想要什么10株云仙草以及南乡珍稀的药材各50斤，山珍若干。那大唐给南乡什么东西啊？当然是一毛不拔。他突然发现他舅舅好像不太要脸哎。不是朕要做这无赖之事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朕刚接到北面的奏报，北面3郡已经连着3个月没有下雨了，田地干涸。
颗粒无收，国库得用来赈北面之灾，所以如今国库空虚，没有多余的东西拿来跟南乡交换。婉婉，大唐的江山没有你想的那么稳固。他这话是实话，大唐的根基被先帝败得差不多了。他接手的时候，大唐就是个烂摊子。若不是谢玄之打败了大唐最大的宿敌西凉，将西凉王庭搬空填入国库，大唐面对这些灾祸时都架不住。而晋王余孽又在暗中搞事，乾元帝颇为头疼啊。可是这事儿怎么也轮不到我吧？朝中那么多厉害的大人，他们一定做得比我更好。但是他们都与南乡的五皇子没有交情。陛下既然想让郡主去和南乡的五皇子谈判，那总归得给郡主一个官职。他若没有官职的话，谈判之事名不正言不顺。陛下想要赢下这场不算太公平的谈判，派出了郡主，若不给予郡主相应的官职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。南乡的五皇子虽与郡主交好，但事关国事，就无私交。他看得明白，这件事情施婉婉拒绝不了，既然拒绝不了，那就趁机要些好处吧。这事儿容朕再想想。谢玄之和施婉婉行了个礼后，便一起离开了御书房。舅舅真是一个务实之人啊。陛下对没有价值的废物一向没有太多的包容，但是对于能力太强的人也会有所忌惮。你的身份原本就特殊，他要的是你恰到好处的能力，以及对皇族的绝对忠心。你能不能说的再明白一些？我没太听懂。你如今不需要知道的太多，拿捏好这个度就行。你这次和沈毅的谈判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，但是也不要显得这个任务太好完成就行。我怎么觉得你说了一句废话？你说舅舅会给我封个什么样的官？你如今没有功名在身，陛下不会给你品阶高的官，而品阶低却还可以在朝堂走动，有资格与南乡谈判的官，就只剩下7品的给事中了。施婉婉知道给事中是个十分特殊的官职，虽只有7品，却能直接越过上面的官员，直接向乾元帝汇报。若你和谢玄之的婚事没有定下来之前，我亮出南乡皇子的身份向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吗？不会啊。你能不能稍微思考一下，给我留点面子啊？我拒绝的这么快，不是因为你人不好，也不是我讨厌你，而是我这人懒得很，从前也没有大的志向。你们南乡皇子继位的过程，那都是在拼命，一旦输了，我不只会做寡妇，很大的概率会没命的。若是赢了呢，我以后的孩子还得重复这个厮杀的过程，我才不干呢。哼，谢玄之的处境也不见得比我好吧？他如今虽不至于命悬一线，朝中想要他命的人可不少。他的战功太盛，若不是乾元帝知道，他命不久矣。你觉得乾元帝真的能容得下他？那又如何？我喜欢他，所以我愿意和他面对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你拒绝我，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？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儿吗？我若喜欢你的话，你那时天天在我面前晃，我早把你给睡了。我没睡你，就表示我对你没有那方面的兴趣。但是呢，做朋友还是可以的。我哪里比不上谢玄之啊？你哪都好，都很优秀，但是我对你始终无法生出男女之情，所以你再好也没有用。我喜欢谢玄之，就觉得他就算有哪些地方不好，也是能包容的。走到门口的谢玄之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控制不住的唇往上扬起，眼里的笑意散了出来。他原本听说施婉婉要见沈毅，他还有些担心，便匆匆赶了过来。如今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他便觉得自己太小气了。他们后面的对话他不需要再听了，抬脚便往外走。王爷这就走了，不去见见郡主？他在做正事，本王此去只会给他添乱。下次等他空了，本王再来找他。嬷嬷今日看着比往日更加慈祥可亲了。我今日看着很是可亲。陈嬷嬷自己是真没感觉到，但是她却感觉到了谢玄之的好心情。她不太明白，谢玄之方才冷着脸来，连施婉婉都没有见到，怎么就开心成了那副样子啊？舅舅刚给我封了个官，让我主理南乡护士的谈判事宜。就大唐开出来的条件很是不要脸，我一直没有退让，他们把你派过来，应该还是之前的条件。南乡最缺的是什么？粮食。南乡多山，所以盛产各种珍贵的药材，却也因为山林太多，所以耕种面积不多。那我若能帮南乡解决这件事情呢？郡主，这不是小事啊，可不能开玩笑。要增加粮食的收成，不外乎2种方案，一种是扩大耕地面积，用更多的地来收获更多的粮食；另一种则是提高粮食的产能，在同样的地里来用更加合理的施肥方式减少虫害，以此来增产。第一种方式
南乡其实一直都有在做。父皇即位后，便颁布了好些开荒种地的政策，鼓励老百姓开荒种地。但是因为人力有限，耕种原本就是繁重的农活，一个人能种的地有限，所以收效甚微啊。至于第二种方式，父皇也曾找各地有经验的老农推广耕种经验，这种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受土质和天气的影响，有一定的成效，但是效果并不算好。你知道南乡的农具有哪些吗？和大唐相差不大，就是锄头、把头、镰刀、农具等等。说有一种工具能代替锄头，翻地的速度是锄头5倍以上的速度，会怎样？啊，种地最难的便是翻地了。若是如此，那么每个人种的地会增加很多啊。只要你促成南乡和大唐互市，我便将这些图纸画给你。这事儿啊，不能光靠嘴说，你得拿出实物来，才能让我信服。你说的对，只是要打造这样的农具需要一点时间。这样吧，10天之后，我让人打造出翻地的工具、收割的工具，等我们的互市之事谈妥之后，我再把图纸给你。你真有这样的农具啊？你只需要回答我说我能整出这些东西来，南乡和大唐的互市能不能按我提的要求来谈？若你真能拿出这2样东西来，我便能向父皇交差。那行，你给我10天时间，我来打造翻地的农具。行吧，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这块铁你们是怎么炼出来的？他一看见金铁，便认出来和寻常的铁块不太一样。那个姑娘不但聪明，还大气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她发明了之后，居然完全不要好处，真让人敬佩。诗琴妹听到这话后，眼里的恨意几乎要漫了出来。她自小就知道施婉婉很是聪慧，长公主还在的时候，无论她怎么努力，都比不上施婉婉。长公主去后，施梅尘用了些手段压下了施婉婉的光芒，让她迷失了自我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诗琴妹才能压下施婉婉的光华，成为京中赫赫有名的大才女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诗琴妹从铁匠铺出来之后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眼里漫出了浓烈的杀意。她取出了赵仲泽给她的那块令牌，眼里坚定。赵仲泽对她情根深重，怕她在宫外会有危险，所以给她留的都是高手。1个时辰后，夜幕降临，铁匠铺他们准备回家休息。只是他们还没有走出大门，几支利箭射了过来，被射穿了咽喉。秦大人夜早登门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城西坚石铁匠铺，铺子里所有人全部被杀。郡主昨日刚好去过坚石铁匠铺，去那里打造了铁具。本官特来询问，只有一个铁匠因为身体不适，提前离开铁匠铺而躲过了一劫。他说昨日他们的铺子发明了新的封箱的用法，提高了炉温，从而改变了锻造的技艺，提高了铁的纯度。郡主看到这些东西后十分眼馋，当场表示要买断这种技艺。掌柜觉得这技术是他花了大力气研发出来的，所以不愿意卖给郡主。郡主威逼利诱无果之后，十分生气后离开。所以综上所述本官有理由怀疑郡主贪图铁匠铺里的新冶炼技术，杀人灭口。放屁！那法子就是郡主发明的，铁匠铺的掌柜想要买，郡主免费送给他的，怎么就变成了是铁匠铺的人发明的？他们这样颠倒黑白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本官办案讲究证据，全京城都知道郡主自小养尊处优，不说五谷不分，那也不会精于冶炼铸铁术。这事儿他一听就知道是冲着他来的，杀人灭口的动机都给他找好了。没有人会信他这么一个养尊处优的郡主能改造冶炼的技术，只会觉得他想要夺走铁匠铺的成果。这幕后之人当真是很拉得紧啊，是想置我于死地。郡主也不用担心，这件事若不是郡主做的，本官自会查明，还郡主一个清白。郡主这边请。施婉婉，有人状告了你杀了铁匠铺满门，你认不认罪？杀人之事我没做，所以我不认。本官调查过铁匠铺，你从铁匠铺出来之后，带了一件只有管制的金铁才能打造出来的农具，可有此事啊？我确实带了一件农具出来，却不是用金铁打造，而是用铁匠铺里的寻常铁块冶炼之后打造的。你这是承认铁匠铺确实研发出新的冶炼技术，你为了霸占他们的冶炼术，就杀人灭口。农具是在铁匠铺打造出来的，但是冶炼技术却不是他们发明的，是我改造了他们铁匠的风箱，提高炉温，再反复捶打，将杂质捶拿出来，这才打造出我想要的农具。他在撒谎！你说我撒谎，可有证据啊？当然有，
这是掌柜之前就画出来的风向改造图，请大人过目。裴玉书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。这桩案子一直缺乏关键的证据，此时诗晴妹将这东西拿出来，便算是拿出了铁证。施婉婉，原告拿出了冶炼图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人若是要冶炼图，我也一样能拿得出来。我觉得光凭一张图就能定我的罪，实在是太过武断了。大人要冶炼图，那也是巧了，我也有。他说完，也从怀里取出了一张冶炼图。裴玉书接过他的图纸看了看后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因为他给的图纸和诗晴妹拿的那张不一样。如果说他完全不懂冶炼术，是画不出这样的图纸的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别人说你不学无术，你更喜欢别人夸你才华横溢，想要成为全京城最受人瞩目的那个人。你有这样的心思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该如此贪心，为了夺得新的冶炼之术，滥杀无辜。还我相公的命来！你如此的丧心病狂，不配做郡主。事情的真相如何，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。诗晴妹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告诉所有人，我到底有没有杀那些铁匠？姐姐，你竟到如今还如此执迷不悟。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我对你的性子极为熟悉。你自小就爱慕虚荣，喜欢霸占别人的成果，以前在家里都是我让着你，此事原也无可厚非。可是到了此时，已经一点悔过的意思都没有，还在威胁我吗？冶炼之术练得出来的就是有用的，练不出来的就是没用的。大人若是拿不准，可以让人去试，一试就知道哪份图纸是真，哪份是假。姐姐说的是冶炼之术，确实需要用实物来验证。我这张图是铁匠铺掌柜的娘子提供的，绝不会有问题。大人尽管去验证。那张图当真是掌柜留下来的，然后再由你给诗晴妹的吗？掌柜娘子的眼神微有些闪躲，却想起诗晴妹的话，若能坐实施婉婉的罪行，她将得到一笔丰厚的银子，那笔银子能让她全家衣食无忧。没错，那张图纸就是我当家的留下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将这2张图纸交给工部，让他们请人验证。工部离大理寺不是太远，只隔了一条街。1个时辰后，试验的结果出来了。诗晴妹给的图纸效果更好，能更快的提升炉温，淬炼铁块的效果更好。姐姐，事到如今我也帮不了你了，你就是那个杀了铁匠铺所有铁匠，偷走他们冶炼术的人。大人，请立刻治他的罪，还枉死之人一个公道啊！表妹，不是本宫说你为了一己之私就做出杀人灭口之事，当真是过分。裴大人，请你立刻派人去一趟工部，让他们停止冶炼。我给大人的那张图纸是目前的冶炼的灶堂能承受的最大火力，诗晴妹拿出的那张图纸比我的图纸冶炼的速度还要快的话，很容易炸膛。一旦炸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姐姐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，你如此行事，当真是让人心寒。施婉婉，你怎么能如此恶心？太子殿下，你就算是再信诗晴妹人命关天的事情，难道不应该谨慎一点吗？本宫不是信诗晴妹，而是她和你比起来品性高洁。本宫放着这么优秀的她不信，难不成还要信你这个狠毒的废物？来人，把施婉婉给本宫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正在此时，不远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，一股青烟冲天而起。赵仲则吓了一大跳，怎么回事？看这方向是工部的方向啊，还能是怎么回事？8成是工部的炉子炸膛了。诗晴妹听到他的这句话，他的那张图纸不会有问题，有问题的只会是施婉婉的图纸。工部那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要不殿下还是派人去看一看吧。这事儿原本与媚儿无关，媚儿亲自为受害的百姓当讼师不说，还关心那些贱吏。媚儿的好不应该只有本宫知道，应该让全天下人都知道。想来裴大人已经查清楚是谁的图纸有问题了吧？现在可以给施婉婉定罪了吗？裴大人，方才本王的人来报，找到了那晚铁匠铺凶杀案的目击者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证人带上来。大人，那日民妇看见这位小姐约莫中午进了铁匠铺，他们走后，这位小姐又进了铁匠铺，不过她进去很快就出来了。她出来的时候脸色很差，
他当时表情扭曲，在低声咒骂。民妇隔得远，听得不是很清楚，只听到了凭什么这句话。我是去过铁匠铺，却没有说过你这种话。你去铁匠铺做什么？我之前在铁匠铺里做了一把菜刀，我那天过去取。他出来的时候，你可有看见他拿着菜刀？没看见。我那日确实没能把菜刀取出来，因为那一日铁匠铺的人都围着尸碗碗转，为他打造农具，还没有顾得上为我打菜刀。裴玉书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已经有数。他问更夫：“你有何证据？”那天夜里，草民经过铁匠铺附近的时候，看见有人拿着弓箭，满身杀气的从铁匠铺里出来。小的当时下意识屏息躲了起来，便听见其中一人道：“不过是些只有一身蛮力的铁匠，竟还需要你我出手。”另一人则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谁不知太子殿下爱重那位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去做便是。”一派胡言！裴玉书，此人恶意重伤本宫。太子殿下门客众多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诗情妹，有人为了投你所好，曲意讨好诗情妹也情有可原。本王相信这件事情是诗情妹一人所为，与太子殿下无关。裴大人，施婉婉是我姐姐，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害她？世人都知冲王爱慕姐姐，这些人应该都是冲王找来为姐姐脱罪的，他们都在撒谎。你能不能不要再喊我姐姐了？你每喊我一次，都让我恶心一回，别在那装无辜啊！诗情妹，本官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的那张图纸哪里来的？是他给我的，这张图纸是掌柜的心血，也是施婉婉杀人灭口想要夺走的东西。诗情妹手里的那张图纸真的是你给她的吗？想好了再说。他手里的图纸不是我给他的，是他找到我说我相公是被施婉婉杀的，只要我配合他作证咬死这件事情，他就给我1000两银子呀。诗情妹一愣再愣，生气的想着这些蠢货呀，他好心帮他们，他们却在关键的时候把他给卖了。就算我拿出来的这张图纸不是铁匠铺掌柜媳妇儿给我的，那也不能证明施婉婉能发明新的冶炼术。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这一次改变风箱数量，提高炉温，让柴火充分燃烧，在我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。说是有人感兴趣，我随时都可以教，根本就不屑于用来换取名利，因为会的东西呀，比你预期的要多得多呢。世人只知铁矿的杂质颇多，生铁脆而不牢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农具，而铁的杂质可以通过高温和锻打将其析出，杂质变少后就变成了精铁，用精铁可以打造出更加韧性、更加锋利的刀具或者农具。那么依着这个思路，若将炼铁的温度再次提升，便可以将铁炼成水的形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必定能将里面更多的杂质去除掉，得到纯度更高的铁。而后再经过淬火和高温回水的流程，再次提高铁的韧性，就能得到更锋利、更坚不可摧的武器和工具。各位若是感兴趣，大可以一试。也是这个时代各方面的工艺不允许，否则不要说去掉一些杂质的铁块了，他能给他们炼出钢来。我那日和铁匠铺掌柜商议冶炼之事时，曾和他讨论过一个炉子所用风箱的数量。我们商议时随手画了一张用4个风箱的图纸，那张图纸随意扔在工作台上。是你杀了他们，以为自己拥有了新的冶炼之术，却不知那张图纸原本就是有问题的。裴玉书看着诗情妹说：“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工部依着你拿出来的那张图冶炼炸了糖，你那张图偷来的吧？今日本官要先宣判，经查明，永宁郡主施婉婉不存在窃取铁匠铺成果的可能，与这桩谋杀案无关，当堂释放。经查证，诗情妹出现在铁匠铺的时间太过诡异，她还篡缀铁匠铺的众人做伪证，意图陷害永宁郡主，形势十分恶劣。先行下狱，待查明她的其他犯罪事实后，再行判决。殿下，我好怕。妹儿，别怕，有本宫在，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我这一次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殿下了，如今殿下这般将我救出来，会不会连累殿下？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本宫能处理好。往后在这天地间，我便只有殿下一人了。妹儿，本宫不会让你受太久的委屈的。都是妹儿不好，不该跟姐姐争。妹儿别这样说，施婉婉生来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若再不争，怕是都被他欺负死了。殿下待我真好。他说完，踮着脚就吻上了她的唇。于是赵仲泽一把将她抱在床上，将她
情妹在这种时候自然不会拒绝赵仲泽，请他下来一起。只是他就算是想要勾引赵仲泽，却也不像是个会出格的女子，因为害羞，所以没有些强占。他一强占，赵仲泽就有些受不住，直接以血情为义。两人正纠缠在一起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喊杀声。殿下，快走，是晋王世子的人。他们没有跑多远，就看见一队官差走了过来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有人想要杀本宫。这些官差都是普通的官差，从未见过赵仲泽，他们是接到线报后赶过来的。本宫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劫走重犯施晴妹，竟还敢冒充太子殿下，给我拿下！施婉婉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，没错，所谓的晋王世子的刺客是他和谢玄之借了一队侍卫假扮的，那些官差也是他派人去通风报信的。若是舅舅知道太子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会作何感想呢？什么人？老子最恨官府的那些衣冠禽兽，他们抢占了我们的田地，却还要收重税。如此朝廷当推翻，如此官差当杀。奇怪，此处离京城也就20余里地，这里怎么会有山匪啊？这里之前没有山匪的吗？没有，就算是山匪，他们也应该夹着尾巴做人，而不是这么高调的行事。而且这些人也不像是寻常的山匪。郡主，你看，他们的下肢有力，剑法极佳，手臂也极有力量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山匪，而是一群武功高手假扮的。看好赵仲泽，别让他死了。季北虽然觉得赵仲泽这种糊涂蛋早一点死了更好，但是他又知道当以大局为重。以他们的身手，方才那一刀是能把赵仲泽砍成2截的，可是他们却偏偏砍偏了，这事儿有点意思。他们不是砍不中，而是不想砍，就是做做样子吓吓赵仲泽。这样也好，至少我们知道赵仲泽死不了。我也想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，他们想要做什么。哟，这小娘们儿长得真好看啊，嘿嘿，适合做我的压寨夫人。谁也不许碰她。嘿嘿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让我们碰，我们就不碰了吗？放开她！放开我，殿下，救我！施晴妹虽然跟着施梅尘学了不少狠毒的手段，让她勾引赵仲泽可以，但是却接受不了被这些肮脏的人压在身下。下一刻，一把刀将她穿胸而过。施晴妹她瞪大眼睛看向他，殿下，为何？你已经是本宫的女人，你的身体除了本宫之外，本宫不允许你再被其他男人触碰。众山匪此时也有些意外，他们没想到赵仲泽会这么做。不是本宫要杀你，而是今日我们根本就逃不掉，他们想要侮辱你，你是本宫的女人，本宫绝不容许本宫的女人被人弄脏，所以你只有死。你放心吧，就算你死了，你也依然是本宫心里的唯一，本宫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不会让你就这样白白死了。施晴妹在这一刻算是完全认清了赵仲泽的嘴脸，这个男人虚伪又自私，恶心至极呀！父皇，儿臣这一次真的是被人陷害的。本王听说太子殿下曾许诺过会照顾施晴妹一辈子，太子殿下的照顾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！这都是施婉婉的诡计，是他害死了妹儿，妹儿是他害死的，本宫是迫于无奈才杀的他。本宫是太子，可施婉婉对本宫却没有一丝尊敬，父皇却老糊涂了，处处偏着施婉婉。本宫不想这么做，都是被逼的。到现在还把事情往婉婉的身上推，赵仲泽，你又蠢又坏又没有担当。施晴妹杀铁匠满门嫁祸给婉婉，是婉婉逼的吗？你带人潜入大理寺，知法犯法带走重犯施晴妹，是婉婉逼的吗？你为保施晴妹贞洁，一剑杀了施晴妹，也是婉婉逼的吗？自己没长脑子，没有担当，一出事就把事情全往别人身上推。赵仲泽，你不配做一国太子。来人，将太子带回东宫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许他出东宫一步。赵仲泽听到这话，脑子嗡嗡直响，因为乾元帝的这句话听在他的耳中，便是要将他废了。施婉婉扶着他回榻上躺下，轻声道：舅舅，你别生气了，太子可以以后再教，你如今得保重身体。这或许就是报应，朕怕出现当年的纷争，所以一直都培养嫡子，故意疏远其他几位皇子。
以至于这些皇子都是平庸之辈，而朕的嫡子却又被朕养废了。婉婉，答应朕，不管最后你的哪位表兄弟登上帝位，你都要好好辅佐他。这事我也想啊，但是舅舅，我现在连功名都没有，就我这样的，不要说辅佐表兄或者表弟了，他们看到我只怕都极为嫌弃了。唉，我现在只求舅舅不要嫌弃我，给我一口饭吃就好。乾元帝原本满腹愁思，心情极差，被他这番话梗得上不得又下不来。这死丫头明明是个本事极强、胸有韬略之人，可是她的性子呢，却不太着调。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永远都没个正形。乾元帝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有些哭笑不得。他这样子其实也好，只要关键时候他不会出岔子，平时还能逗他开心，就很好了。青叶，那便是婉婉吗？是的，那便是小姐。她和长平长得真像。主上，要不要去见见小姐？现在还不能见。婉婉身边那个男子，便是谢玄之吗？是的，他便是大唐的战神谢玄之，也是小姐的未婚夫。我和长平分开时，不知他有孕，没想再听到他的消息，却是死讯。我也不知道长平为我生一个女儿，女儿不但长大了，还要嫁人了。查一下谢玄之，我要关于他所有的消息。谢玄之的杀名在外，六国之中有不少关于他的传闻。他知道主上让他查的不是谢玄之的战功和战果，而是关于谢玄之这个人的细节。走吧，去看看长平。长平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到如今才来，你可生气？我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梨花白，也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，你是否还喜欢？我是真不知道当初我离开时，你已有孕在身。我若知道，便绝不会就那般离开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守在你身边。你当年说你不喜欢我了，可你若是不喜欢我的话，又岂会生下我们的女儿，还为她取名为婉婉？你真傻，明知她不是忠心守诺之人，居然相信她的话。我的身份在那里，他们就不可能让我活着离开大唐的京城。他是没有动手，但是他却把我的消息卖给了晋王。你帮他杀了晋王，扶他登基，是想为我报仇吧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杀戮，我也听你的，我不会亲手杀了他，但是该属于他的教训，不管你是否同意，我是一定都要给他的。对了，我今日来见你之前，我还见到婉婉了。如今的婉婉像极了当年的你，她却比当年的你运气好不少，至少她如今喜欢的人是谢玄之，而不是像我这种。谢玄之的人品我会替你检验一番，他若品行有缺的话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婉婉嫁给他的。他在长平长公主的墓前说了足有半个时辰，他缓缓地说：按我们之前的计划行事。是。明熙，好久不见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当初我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，醒来后听到的是长平的婚讯，他当时说不喜欢我了，我便以为他真的不喜欢我了，所以才另嫁他人。长公主若不是爱极了你，就不会为了你处处违逆先帝的意思。而你又做了什么？隐瞒身份，处处骗他，嘴里没有一句真话。你的身份被拆穿时，长公主想的是如何助你离开，你却想的是如何利用他获取最大的利益。世云修，不对，我如今该称你一声东岳陛下。你此时回来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除了对长平隐瞒身份外，再没骗过他任何事情。我那时是东岳太子，若以真实身份来大唐，必定会引来无数麻烦。我隐姓埋名而来，也不知道我会遇到长平。若知晓，我便带着东岳的仪仗直接来大唐求取长平了。你说我处处骗他，除此事之外，麻烦你告诉我，我哪里骗了他？真不知你哪儿来的脸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当初你利用长公主混进军营，窃取军报，将布防图给到西凉，让西凉对我朝发起进攻。你别跟我说你没做过这件事。当年长平带去军营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还有石梅琛和赵之远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说，事到如今我没有必要骗你，
当年你们把这件事情扣在我头上，我后面派人查过，大唐的军报是石梅臣传给西凉的。我承认我当初来大唐是抱着灭大唐的心思来的，因为你们的先帝就是个废物。但是在我认识长平之后，便有些动摇。我若是想要灭大唐，就不会只是挑动西凉了，我还会联手南乡和北燕一起动手，绝不会给大唐喘息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公主出事之后你便消失不见了？长平在飞雪湖出事时，我被人引出了京城，等我回来之后才知长平出事了。我出京是去帮赵志远一个忙。若这些事情都与你无关的话，那都是谁做的？这些事情里都有那2个人出没的踪影，他们也成了人生的赢家。陈嬷嬷又连问了几件事儿，施云修都能给出相应的答案。把话说明白之后，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，心里都五味杂陈的。陈嬷嬷没控制住，痛哭出声。她气道：你当年为何不与公主直言呢？你如今再来京城，想做什么？看婉婉为当年的我和长平讨回公道。你要带走郡主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要看看她。如果她愿意跟我去东岳，那自然是最好。如果他不愿意跟我去，我也不会勉强，只要他开心就好。我今日见你的目的是要知道长平这些年的事。你是怀疑公主并不是病死的，而是他杀吧？你猜对了一半。当年公主听闻你的死讯之后，忧伤过度，染上了心疾。公主生郡主时难产了，又亏空了身子。公主病逝的那一日进宫，不知道陛下与她说了什么，引发了她的心疾。我当时冲进去的时候，公主还余最后一口气，她把郡主托付于我，让我照顾好郡主。她最后一句话是，她说她想你了。嬷嬷，你方才去哪里了？老奴之前在前面的土地庙里许了个愿，许的是郡主能顺利参加科考。我参加科考不应该去文曲星或者文殊菩萨那里求吗？为什么求的是土地庙啊？郡主得罪的人有点多，老奴怕郡主考试的时候作妖，被人打得考不了试，所以老奴便去京城当地的土地庙里去求土地公和土地婆。万一郡主在考场里打起来，咱也有当地的神灵帮着打架。转眼的功夫，郡主已经长大了，你爹若是见到你，也一定很高兴。嬷嬷，你今日怎么会主动提起他？是你有他的消息了吗？陈嬷嬷听到他这话，觉得他真的很敏锐。郡主很快就会知道啦。老奴今日有些乏了，就先去休息了。嬷嬷，你话只说一半，小心天打雷劈啊！没事儿，嬷嬷老了，还从来没被雷劈过，想试一下。施婉婉觉得吧，陈嬷嬷现在呢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。瞧瞧，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嬷嬷若是不想说，就由她去吧。左右你不管有没有父亲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再说了，往后你还有我护着。你说的对，不过我觉得我那个什么父亲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若是好东西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把我娘抛下那么多年啊？我娘宁愿嫁给施梅臣那个人渣，也不愿意嫁给他，所以见到他人品不怎么样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位叔叔是从外地来的吗？是，我女儿幼时被人拐走，听闻她被拐到京城来了，我想找到她。叔叔既然是来寻女儿的，不妨细说一下你女儿的年纪和特征，我们也许能帮得上忙呢。他最讨厌人贩子了，因为人贩子的存在，害得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啊！姑娘品性高洁，又如此热心，我在此先谢过了。叔叔还没找到女儿，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！施云修听到这话，心里又温暖又开心。他的女儿不但长得好看，还很善良，重点是他在关心她。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眼里有泪差点滚落。多谢，你说的对，我还没有和我女儿相认，我得好好活着。我女儿小名叫弯弯，生于真和21年3月30，她于平顺2年上元节被人拐走。叔叔女儿的生日竟和我的一模一样。是吗？竟这般巧。若我女儿没出意外，想来
也长得如姑娘这般聪慧美貌啊。今日能遇到大叔很巧，大叔的女儿又恰与我朋友同岁也巧。我一向不信这世间的巧合之事，因为很多巧合都是人为。只是我们与大叔初次相识，不知大叔想要什么。小姑娘觉得我想要什么？我们哪里知道你想要什么？你在这里竟然装病又找女儿，装可怜博同情，你是想要骗银子，还是你才是人贩子？我没想骗银子，也不是人贩子，我真的是来找女儿的。你敢对天发誓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来京城就是来找我女儿的，若此事有假，就让老天爷诛我九族。孟云婷听到这话，戒心反而更重了。现在的人贩子都这么拼的吗？这么毒的事居然说发就发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朋友恰好懂些医术，你敢让他给你把脉吗？这有何不敢？他还求之不得。你病得这么重，应该在家里好生养着，时不宜四处乱跑。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弄丢了我的女儿。我正是因为知道我也活不了多久，所以才想在有生之年能把女儿找回来，听她喊我一声爹。她真的病了？不但病着，还病得很严重。她有极重的肺疾，心急叫肺疾，虽轻一些，却也有点严重。她还因常年思虑过重，脾胃也不好。孟云婷就算再不懂医理，也知道人能站在他们的面前，怕是都不容易。抱歉，方才是我失礼了。无妨，我们毕竟是萍水相逢，有些事情又过于巧合。不要说你们了，就算是我遇到，我也会生疑。你的女儿我们未必能替你找得到，但是你的病我倒能试着帮你治一治。姑娘看着年纪轻轻，就算通晓医术，想来也不会太精。我这病也算是寻遍名医，却一直收效甚微。你说你能替我治病，你该不会才是江湖骗子吧？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我这模样怎么看都和医术精湛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呢，我自己觉得我的医术还是不错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可以一试。我出门找女儿，虽然刚出门时是带了不少银两，但是这段时间快花完了，我如今可付不了太高的诊费，我今日顶多只能给姑娘5000银子的诊费了。算了，我与你也算投缘，你敢让我治，我就敢不收你的诊费。姑娘这句话说完，更像是骗子了。方子给你，你若吃着有效，3日后便去这个地址找我，我再为你调方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在此先谢过姑娘，我身子有些不适，便先回去了。你慢些走，小心别摔了。婉婉给我开的方子，你按这个方子去给我抓药。小姐学医的时间很短，主上的病是宫里的太医都头疼的，小姐开的方子怕是……你是怕我吃她的药加重病情吗？放心吧，吃她开的药，就算把我吃死也无妨。叔叔过来了，想来已经服过我开的药，感觉如何？是，我那日和姑娘分开后，便去药铺里抓了药。实不相瞒，我最初并不是太信姑娘的医术，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喝的药。我却没有想到，姑娘开的药效果极好，比我之前服用的药好得多。我今日过来，一则是来请姑娘为我复诊，二则是来付上次欠下的诊金。施婉婉看到那块玉佩的时候有些意外，因为那块玉佩的玉质上佳，是最顶尖的白玉，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珍品。这块玉太贵重了，我的诊金没有那么贵的。姑娘觉得我的命还不如这块玉贵重吗？当然不是啦。我在东岳也算是略有薄产，对我而言钱财是身外之物。若姑娘能救我性命，不要说区区一块玉佩了，便是将我在东岳的产业都送给姑娘，又何妨？陈嬷嬷在外面听到这句话，轻呸了一声。施云修可真好意思说这番话，他那哪是保有家产呀，而是有皇位要继承。
他这几日也仔细打听过一些关于东岳皇帝的事儿。东岳皇帝自即位起，因身体不适，一直没有娶妻，不止后位空悬，就连后宫也无一人。细细算来，施婉婉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了。施云修该不会是想让施婉婉回东岳继承皇位吧？你放心吧，你这病我能治，你既信我，那我自然会认真为你医治。今日我会再给你开个方子，然后还需要为你针灸。不过你病了太多年了，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受过重伤，想要治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。施云修巴不得时间越长越好呢。我要在京城找女儿，没找到她之前，我都会留在京城。施婉婉难得遇到一个这么配合的病人，她开心起来。来来来，我为你施针。施云修看了他一眼，心理素质强悍如他，似是也有些发毛。只是他转念一想吧，给他扎几针能让他开心，嗨，那就随便扎吧。但是施婉婉落针时，他便发现他错了。你可真是能耐，竟想出这么个法子接近郡主。还行，其实我见婉婉之前，我也不知道她的医术这么好。往后我可能会常来见婉婉，你能跟我说说婉婉的喜好吗？你别得寸进尺。做父亲的想亲近自己女儿，怎么能算得寸进尺啊？你想将郡主带回东岳？我只有婉婉这一个女儿，女承父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你这话是没错，可现在郡主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她的父亲，更不要说这些年来你一天父亲的责任都没有履行。你说得很对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我的家业肯定是要留给他的。至于他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须得他同意才行啊。你当年在京城也是轰动一时的人物，京中认识你的人可不少。你这般在京中招摇过市，这般不遮不掩地进出公主府，只怕很快就会被人认出来。当年他就想要你的命，他若知道你还活着，怕是会再次动手。他若想动手，放马过来便是。原本我这一次来大唐，就没打算放过他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别让婉婉伤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做任何伤害婉婉的事。嬷嬷，这位是……陈嬷嬷也觉得这事儿有点寸，但是施婉婉和谢玄之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她迟早也得见施云修的。她不想替施云修撒谎，直接抬头看天。我前几日上局的时候，恰好遇到施姑娘，她见我病重，便为我开了个方子。今日是她让我过来复诊的，不想今日在这里又遇到了公子，多谢公子上次载我一程。上次拦他的马车可能是巧合，这人现在又出现在公主府，就绝不可能是巧合了。两人分开后，施云修便回到了他的住处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谢玄之来了。不知阁下刻意接近我和婉婉，有何图谋？施云修赞赏地看着他，机敏又不失善良，果决又不失谋略，生疑却又不失坦荡，难怪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大唐的战神，难怪婉婉会对你倾心。你不错，婉婉的眼光也不错。坐，陪我喝杯茶。阁下可以说了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崇王已经派人将我这座宅子给围了起来，我若有恶意，崇王就会立即将我斩杀。只是崇王来之前，想来也查过这座宅子原主人的身份。阁下说的没错，本王来之前确实查过这座宅子。这座宅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卖，长公主在世时曾派人修葺过好几次。只是这座宅子原主人是东岳人，却早已仙逝。阁下又是从东岳来，不知和这宅子原主人是什么关系？这座宅子的原主人虽然差点死在大唐，但他命大，没死成，如今又回来了。谢玄之听到这话，面色终于变了。猜出我的身份了？我猜的也不知对错，还请阁下亲口告知。你没有猜错，我便是婉婉的亲生父亲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直接告诉婉婉你的身份？你当我不想直接告诉婉婉吗？当初是乾元帝派人杀的我与他的仇不共戴天。我若大张旗鼓地去认婉婉，他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，到时他再派人来杀我，我是还手还是不还手啊？说到底，最终只会让婉婉难做。
而我想见婉婉，一天都不想多等，自然要给自己找个合适的身份。你此时不认婉婉，只怕还有其他的原因吧？你作为大唐的大战神，现在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杀了我，如此一来，东岳必乱，对大唐十分有利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往后婉婉若知道了真相，她也许不会对你生出怨恨，但是我的死必是你们之间的一根刺。另一个则是配合我，帮婉婉夺回属于她的一切。我是大唐的战神，我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守护大唐，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若欲挑起战火，残害我大唐的百姓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杀了我吧。谢玄之的手握成拳，施云修则轻笑了一声。你也不愿作为一国的战神，你此时哪怕只是稍微犹豫，都算是有负大唐。作为长辈，我原本不该为难你，但是我猜你此时对着我犹豫，应该是知道一些乾元帝对婉婉做过的事。你有你的顾虑，也有你的担忧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就再等等看。等到你和婉婉大婚之前，若你反悔了，可以随时来杀我。这些年，你为何一直没来看婉婉？我此时不管说什么都是借口，因为从根本上来讲，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是失职。我对不起长平，也对不起婉婉。此次过来，原本是想见她最后一面，只是见到她之后，我便又舍不得死了。赵仲泽，你要弑父吗？他的头痛得厉害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昨夜乾元帝用了云仙草制成的药，半夜便开始头痛欲裂了。是你这个做父亲的不仁在先，那便怪不得我不仁不义。我是你的嫡长子，你都那般对我，我就算弑父又如何？乾元帝听到这句，心头大震。他虽然将赵仲泽软禁在东宫之中，也想好了要废了赵仲泽，但是他一直下不了狠心。毕竟在他的心里，赵仲泽是他的嫡长子，是他一手带大的，对他而言十分重要。他却没有想到赵仲泽竟敢逼宫，还想要杀他。逆子，我也想做个乖顺恭敬的儿子，都是被你逼的。你为了施婉婉那个外人，将母后打入冷宫，将我软禁于东宫之中。就你的所作所为，又哪里是一个丈夫和父亲该做的？比我多年夫妻，你就这般对我，赵志远，你没有心呢。在你将我打入冷宫的那一刻，你我的夫妻情分便已经断了。我今日过来是来送你最后一程的，也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，也够了，该退位让贤了。你怎么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在你的眼里，就只有权力，夫妻之情对你来说什么都算不上。别人不知道你的皇位是怎么来的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当初先帝是要把皇位传给长平的，是你找到他，用他腹中的孩子威胁他。也是啊，东岳太子的骨肉说是成为大唐的皇太女，那可就真的乱了套了。陛下对施婉婉百般关照，是因为自己亏欠了施婉婉吧？里面有永宁郡主，杀了永宁郡主，赏10万金。一个不留。婉婉，别怕。婉婉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东岳的国君施云修，也是你的父亲。施婉婉一愣，东岳的国君？哎呀妈呀，他不用乾元帝封她为公主了，她原本就是公主啊！施云修沉默了一下，他设想过施婉婉知道他们的关系后的反应，他看起来虽然有些意外，却又没有太过意外。施云修见他的反应太淡定了，他反而有些不淡定了。你有没有想要问我的呀？我没见到你之前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，但是见到你之后就觉得没什么好问的了。你可是在怪我当初接近你的时候没有说实话？那倒没有，我们从没有见过面，你若一上来就说是我爹，我应该会给你一巴掌。毕竟不管是谁，一上来就说我是你爹，都会被当成骂人，直接送他一巴掌。这大唐的江山你要吗？你要干嘛？这江山可不是我想要就能要的啊！我就问问，毕竟这大唐的江山原本就是你的，你若想要，我便帮你夺过来。你说大唐的江山是我的，
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唐出过好几任女帝，所以大唐的江山并没有传男不传女的规定。长平是大唐先帝众多子女中最优秀的一个，他真正想传位的人是长平。先帝要传位给我娘？你没弄错吧？看来这件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也是，你若知道这件事情，招来的就是杀身之祸。也好在乾元帝是个伪君子，所以他才没有对你赶尽杀绝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因为我的出现，让事情的走向变了味儿。我与长平真心相爱，长平原本以为我只是一个外地来赶考的家境还可以的考生，哪怕我只是一个东岳的普通人也没有关系，他便能招我为驸马。但我是东岳的皇族，我注定了不可能做他的驸马。我与长平定亲之后，我的身份被赵志远揭穿，长平与我决裂。我当时以为他与我决裂是因为我的身份，如今看来却不是如此。他那时应该已经怀了你，他也因为你放弃了皇位，因为你身上有东岳皇族的血统。他若登基称帝，必传位于你，大唐皇族的血统便不再纯正。施婉婉方才已经粗略地听他说了他和长平长公主的事儿。长平长公主误会施云修早就已经死了，施云修以为长平长公主另嫁他人，便彻底死了心。他再说出这个误会，他便算是彻底明白他和长平长公主为什么没能在一起了。你对我说这些事情，该不会是想要我来颠覆大唐吧？我知道你对权力没什么欲望，你只是想要好好活着。但以你的身份，其实好好活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首先，赵仲泽和赵允年都不能成为大唐的皇帝，因为不管他们哪一个登基称帝后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。其次，赵志远其他那些儿子登基称帝后，你觉得他们能容下你吗？施婉婉知道他说的是事实，他和赵仲泽以及晋王世子赵允年都已经结下了死仇。他们这一次宫变成功后，不管是谁当皇帝，第一个人要杀的就是他。你也不用急着做出选择，因为你还有时间慢慢去想。赵仲泽敢和赵允年一起发动兵变，那必定是有所倚仗，而赵允年会和赵仲泽联手，看中的不过是赵仲泽的蠢而已。他们两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都觉得自己是那只聪明的黄雀，成功的那个会把所有的罪行全都推到另一个人身上。所以在这次宫变中，不管他们是否会成功，乾元帝都一定会死。你虽生在皇族，却还有一颗纯净的心，这事儿挺好的。你没有见到皇族那些阴私的丑事，便不会知道他们肮脏的心。这一次乾元帝是必死的，所以你若要争夺皇位，不需要有任何负罪感。舅舅为什么一定会死？他是一国之君，他身边有很多保护他的人，就算赵仲泽和赵允年的人马攻进宫里，他的人也能想办法护着他离开的。他只需要在宫中守上几日，秦王的兵马便会到的。就算秦王的兵马没能及时赶到，他短时间也应该会性命无忧的。施云修听出了他话里对乾元帝的维护，他一时间心里十分羡慕。他们父女一直都是分开的，他对他的感情还不如乾元帝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时赵仲泽已经掌握了皇宫，而乾元帝此时就算不死，那也只剩一口气儿了。赵仲泽这个人渣，当初我就应该弄死他的。你想进宫救乾元帝，你若想救乾元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帮我？乾元帝当年差点杀了你，你还要帮我救他？我和他的恩怨是我和他的，与你无关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不管你想做什么事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会替你做到。你不为你自己说点什么吗？为我自己说什么呀？比如说你这些年过得有多么艰辛，又有多么后悔之类的。婉婉，真正的伤心是说不出口的，能说出口的多少都带了一点矫情。我错了，那便是错了，没做对的地方，那就是没做对。到今日，不需要说什么来为自己辩解。我来之前曾发过誓，往后有我在的日子，会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。从今往后，
再没有人能欺负你，绝不做任何让你伤心难过的事情。这些年来我对你亏欠太多，所以如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娘从来没怪过你，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当年的事情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你作为父亲虽然是有些失职，但是却也不能说你犯了大错。但是你缺席了我10几年的生活，如今突然冒出来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接受你。无妨，我等得起。其实你不太能等得起，就你这破身体，如果没有遇到我，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。我现在先替你试一回针，帮你把毒血再逼出来一些，作为枕巾，你吃些，把你的人手调一些给我，我要进宫去见舅舅。不管他对我是什么样的心思，这段时间的照顾不是假的，关心也不是假的。他如今命悬一线，我不能不管他。好，他真的像极了长平，有情有义，还敢爱敢恨。他如今若说不去救乾元帝，他可能还会有些失望。报应，这是真的报应。哼，没错，确实是你的报应。你这性子优柔寡断，根本就不适合做一国之君。你当年虽然杀了东岳的太子，却舍不得杀长平，只用他腹中的胎儿逼他就范，逼他为你筹谋，为你做事。若是我的话，定会早早的杀了长平，永绝后患。你倒好，在长平死后，还因为愧疚对施婉婉百般爱护，还对他寄予厚望。怎么，你还指望着施婉婉能像当年的长平辅佐你一样，辅佐你的儿子吗？施婉婉可不是长平啊，他若知道当年的事，绝对会造你的反。他如今就有谢玄之相助，他若是反了，你这天下也都落到外人的手里了。与其等到那样的事情发生，你还不如早早将皇位让出来。你放心吧，等到太子继位之后，他第一个杀的定是施婉婉，永绝后患。你真是又蠢又毒！朕这些年来沿用的都是长平当年定下的国策，大唐才有如今。赵仲则目光短浅，行事狠毒，这天下落在他的手里，不出5年必出大乱。到时候不需婉婉来反赵仲则，自有天下人反赵仲则。